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美味曲奇趣多多，巧克力味豆多多。感谢我们的职场搭子趣多多赞助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观众朋友们，请看大屏幕。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7季，欢迎大家！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巧克力味豆多多的趣多多赞助播出。智能电混4驱，无惧雨雪湿滑。本节目由领克10EMP 指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业做扫描3亿人都在用，职场必备神器扫描全能王赞助播出。很高兴又一次在令人心动的 offer 跟大家见面，我是 offer 加油团的陈明，身边5位小伙伴已经就绪，跟我们一起见证实习生们为期1个月的职场考核。接下来将由我来介绍本季加油团的成员，让我们欢迎探案王子奇招频出的演员王子奇。Hello， 大家好。王子奇是我们 offer 的新朋友啊，新朋友。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接梗像呼吸一样简单，人称当代打工人嘴替，无论是做员工还是当老板，都在努力养活公司的牛马天花板徐志胜。哎呀，哥哥，你念完这个，我发现我面前正好有条缝让我钻进去，为你剪开的啊，被我剪开的。接下来这位集颜值才华努力于一身的00后宝藏少年贺峻霖。Hello， 大家好，欢迎。Hello， 这是老朋友了，但依然是我们 offer 7季以来最年轻的加油团成员。什么？对不对？7季以来，对啊。对。不是你吗？啊，我比你虚长那么一点，那么一轮。长几岁？欢迎峻霖回归，欢迎回到 offer 大家庭。接下来这位沁入职场共情满分，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实力派演员李沁，欢迎，欢迎李沁老师。接下来这位有权则灵张泉灵老师，欢迎泉灵老师。真正高端的介绍不需要我们前面那么多浮夸的词儿。你介绍完泉灵老师显得我们前面特别浮夸，精炼才是精华，是吧？这一季呢，我们观察室还有一位特别来宾百事酷宝，他将和我们一起见证实习生们的渴望之旅。欢迎酷宝！大家好，我是百事酷宝，很高兴认识大家。OK 了，那这一季节目呢，我们将向各位隆重的介绍本季的 offer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行业领域。7季以来，我们从来没有涉足过传媒行业。那这一季，我们将目睹实习生们在主持人这个赛道，在一个新的岗位上，用1个月的时间为那个 offer 发起终极的挑战。所以说，他如果拿到 offer，offer 8就主持人就换成他。不排除这种可能，允许大家发起挑战啊！我觉得可以跟前 offer 的主持人打个辩论，赢了就来就行了。为啥是打辩论呢？口语表达嘛，泉灵老师。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现场其实正好就有一位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在读的同学，要想问问峻霖了，当初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其实我当时选这个专业，第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从小就比较热爱，然后也是爱说话嘛。然后公司呢也经常让我在我们公司里面的活动当主持人。然后当时在那个艺考选择专业之前呢，也是正好参加了一个活动的主持，然后那一次的反响也还挺不错的。当时找了一个普通话老师，
就跟他沟通了之后，就发现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冲一冲，尝试一下去报考播音主持，然后正好也是我的热爱，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专业，也很幸运，也是考上了。考上，现在读几年级？大三了，大三，马上9月份大4了。哇，你这来这算实习，你知道吗？一会儿帮我开个证明啊。我们也问问其他的，还有这边的新朋友，在你们的心中，主持人这个赛道或者说这个专业，在你们心中大致是个怎样的印象？我就是觉得是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一个职业，因为需要很强的综合能力、口才能力、知识储备、临时反应能力，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专业。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之前有看过一些采访，是倪萍老师在春晚当时有一个紧急的情况，一打开4张空白纸，我脑子嗡的一下子，身上真的是立即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当时对于这个非常的震惊，然后对于主持人这个职业真的非常的敬佩，需要太多的生活经历和职业素养的积淀，我觉得那个让我非常的震惊和敬佩。语言表达、临场反应、生活积淀、生活智慧。对，就这么说，智胜肯定是个非常好的主持人。对，主持人最重要的一项叫普通话标准。你在你心中，你有想过自己能做一个很好的主持人吗？我不光想过，我还做过。我做过音乐节目的一个主持人。我觉得那个就是你真正做过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个他要求的那些东西，真的太多太综合了。这个首先你自己的普通话，这是最简单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在台上得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因为我们讲脱口秀嘛，平常是把焦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主持的时候，你要去很自然的把焦点给到别人，把他的东西展示给观众，而不是说把你展示给观众。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我原来就知道你智商高、情商高，就你这一句话，我觉得你智商180，情商360。哎呀，我为啥智商这么低呢？事实上，这个情商的一半。你知道，就是很多主持人干了一辈子都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他都觉得聚光灯是在我身上的。对啊，就是主持人是托举别人的这件事情，很少的主持人才理解了这个问题。哎，你怎么就当一次就会了呢？这事儿？因为我智商可能也360。最后也想问问全林老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媒介环境也在变，主持人这个行业的当下和未来整体的这个方向趋势，您怎么看？我觉得就不管什么职业，心动的 offer 它一定符合3个基本规律，就是第一个特别有未来，比如说你想说10年后，这个职业依然是受人尊敬且有前途的。是。然后第2个原则呢，就是说，哎，我当下如果当上了，我一定能学到特别多的东西，然后让我的个人发展有很多的可能性，能补足我成长的空间。第3个就是你拿到的回报是和你的付出能够公平的。就差不多这3个构成了一个心动的 offer 的所有的元素，对吧？是。我们可以用1季的时间去讨论一下，就比如说，哎，传统我们原来印象当中的主持人，10年以后还是那个样子吗？还是说10年以后他可能就变样了？那我们可以讨论说，哎，你当下到底可以学到多少东西？就是让智胜觉得说啊。要干那么多活儿，那个聚光灯又不在我身上，那个这东西是不是能学到，以及他现在回报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好，全林老师最后说的很好，我们把这个问题悬置在这里，我们用1季的时间来观察，来体验主持人这个行业这个身份，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当中，可能会迎来怎样新的朝阳和新的变化。那这一季呢，从今天开起，一批有志于投身传媒行业的实习生将在上海东方卫视开启30天的实习生活。他们将经过台前幕后多个课题的考核，来争取唯一一个正式入职东方卫视的 offer。当然，我们加油团每期也将通过实习生的课题表现来预测他们的排名。每猜对1次，我们就可以点亮一个渴望灯牌。当我们猜对7次以后，加油团将成功为实习生争取到一个额外的神秘福利。好了，那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职场故事又将迎来一次全新的更新。踏入主持人这个行业实习第1天
可不是报个到那么简单，他们将面临每个主持人刚入行都要经历的第一件事——试镜。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故事。哦呦，这么高端，这经典的上海装3件套啊，3件套。哇，好帅！这么帅吗？哎呦，这都青春气息。你看每个人的气质还挺多样的啊。是。对。那姑娘有点欧美范儿。哎，高眉深目。嗯，哇，东方卫视。哦，张希，希哥。哇，白许，哇，陈晨老师，我之前还合作过了。周玉姐，吴越老师。哎，我觉得他们至少赚了这个，因为一般实习生进来哪有这4位带教老师？那当然，所以令人心动啊。嗯。你给他们准备的那个连线，他们自己要想问什么吗？5分钟连线。对，问题是他们自己的。哇，上来有这么残酷吗？直接来就进入正题吗？那太可怕了，那太高压了。包括在20分钟准备时间之内。对，所以实际是，我是觉得有点短。实际是短的，我原来跟他们说半个小时吧，起码。我说的是1小时。对啊，1小时。紧张感吧，强压之下看看他们的能力到底怎么样。这个说的是对的。其实那个主持人就是一个强压下的工作。是。哇，哟，青涩。我同学。这个就是你同学？不是，真是你同学？我室友。室友。哦，这么巧，那能讲好多故事。对。老师您好 ，Hello， 我是新来的实习生。Hello， 你好呀，你叫什么？我叫侯子泰。侯子泰，对，我们可以先到休息室休息一下。行，你可以在里面休息一下。好，你是今天的第一个。我是第一个吗？随便挑吧。行。我觉得这种地方就是第一个去，真的是最难的。尬呀，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而且不知道坐哪儿。对呀。我是第一个，天哪！下一个，下一个同学来了，我先把身转过来。哎，他是那种 OS 全部口播了啊，这心里的。哦，冯玲师姐啊，冯玲师姐，我们学校很出名的哦。她现在在上海电视台哦。已经有一个人来了，这么快？对。那我去看一下。好，我带你去。哪个学校的？中专的，我们师弟。对。你要不要逗逗他？这里是会议室，你可以先休息一下。好。Hello。师姐好。哇，师姐。Hello。你好。干嘛这么商务啊？这个怎么要握个手吗？是。哦，今天又看到你很惊喜。坐吧。坐呀。怎么这么晚？师姐，你是跟我们一起来实习吗？好，被骗了。我有点紧张。我也有点紧张，我很紧张现在。为什么？因为就是不知道会有谁来。我不就来了吗？你怎么今天来这么早？你第一个。对。你现在大几？现在马上要上大4。那你们班报的人多吗？
您是说来报这个实习的人吗？哎，你叫我姐吧，你别说你。好姐，那个挺多的，我估计是大概都报了。哦，好吧，我不是，我是助教。你有骗到他吗？真骗到了，我特别震惊。我说啊，真的吗？他真的相信了？我真的相信了，真的特别真诚。然后我特别真诚的骗了一个人。所以是我的那句话起了作用。这里是休息室，你休息一下。对对，我以为说师姐是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实习的。师姐都不可信。对。好的，你自己休息一会儿啊。我感觉好蠢啊！我问冯玲师姐是不是来实习的？我，这是真的是医生。第二个。哎呀，有人来了。他径直的绕过了我们，走了进去。我们不需要去引导一下吗？你看他会去哪儿吧？哎呀，歪打正着啊！哎 ，Hello， 嗨，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高兴认识你。你总是来实习的了吧？对对对，我们坐一起吧，好，我叫王玉，你叫你好，称呼我叫侯子泰。我们先加个微信吧，行，一会儿方便沟通，拉他们群。行。哇，这是社牛。哇，不愧是主持人，破冰4块。咱俩是拿到早鸟票的选手。哦，好呀好呀。你在哪儿上学？在传媒大学。哦，传媒大学。哦，我本科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就读，本科就是播音主持了。哦，中戏的播音专业。这男孩声音很好。然后今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学的是数字人文。对。哇，剑桥大学毕业，数字人文，学霸呀。哎，那你是03年几月的？我是03年5月份，我是双子座。双子，对，哎，我们都是风象。我是1月底的，我水瓶座，双子座。哎，那你 MBTI 是啥？INTJ。INTJ， 那你行动能力很强啊。也分情况嘛，有的时候我也挺懒的。那你之前有实习过吗？有实习过。你觉得之前的感觉跟这次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哎呀，感觉我像在接受采访。这就看出来 E 人和 I 人，就是主动性在谁手里的。哎呀，感觉我像在接受采访。啊，没有，我们就闲聊，因为之前的感觉，其实说实话，这次稍微忐忑一点，因为这次什么太未知了呀，因为这什么都不知道。一开始进入到这儿以后，完全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走。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来了，下一个。哎呦，好亮啊眼睛！都市丽人。哦，我认识，天哪！因为跟这个我们俩干过。请理解一下。Hello， 你好，是这里吗 ？Hello， 师姐好，师姐好，这个也是师姐，太巧了，师姐好。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熟人吗？这不是。熟人。那我就坐这儿了。好的。哇，师姐太巧了，你还记得咱俩是什么时间认识的吗？去年。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哦，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有人帮你送了2份文件。哦，对，确实好像是。对，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哦，看这个艺人怎么加入这种熟人社交。你俩都认识了，那我认识你呗。好，你是？我叫王玉，对，然后我本科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就读，然后今年是从剑桥大学毕业。哦，从剑桥毕业。对，好厉害！我天哪，我一听我瞬间剑桥，我心跳都加快了。怎么认识你啊？啊，我叫李雨佳，你可以叫我雨佳或者佳都可以。好呀。然后我现在是研1在读，我跟师弟一样，我俩都是就是中传的播音系毕业，然后研究生现在在国际传播白杨班读。哦呦，厉害！哦，我知道那个地方，我之前读研的时候想去读那个。哦，是吗？对。啊，那你俩都有微信了？哦，对。那我这样吧，我加一下2个，然后我们3个先建个小群。好呀。哦呦，他好主动啊，很会。来。姐，你喝水吗？啊，没事，我一会儿自己去倒。哇，原来你们都认识。
我也不知道，我一来我说，哎，这人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我感觉是新手村，新手闯进了。没有，你在戏剧学院学的也是播音主持。对。那你应该是几级的吧？我是19级的。哦，那你是我们师哥。是吗？对，我是20的。20级。姐，顺手，谢谢师弟，顺手帮你倒了点。谢谢。太播音生了，真的。就一般接水这个，我们可能上课什么的都会，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会很主动的就去帮助别人。你们来很久了？来了也不久，对。所以说每一个人来，我们都很期待，对。那我现在就加入这份期待了。我们就可以迎接下一个实习生了，哇，来了！哦，这个朋友来了。Hello， 你好甜呀，你也是。我们可以直接坐是吗？对，好的。我们已经自然分拨了。怎么称呼你啊？哦，我姓杨，杨林蔚。啊，羚羊的羚，蔚蓝色的蔚。我叫李雨佳，你叫我佳佳就行。哦，佳佳。你是哪个学校的呀？我不是科班生。哦。对。我是英国那个曼彻斯特大学的。哦，对，你在那剑桥。我在剑桥，我经常去曼彻斯特玩。啊，真的吗？你在曼彻斯特学什么专业啊？我学经济学。学经济学？经济学就是跟这个也毫无关系。哇。本科吗？研究生。啊，研究生。对。然后就是平常可能自己爱好会喜欢有做一做播音主持这样。好棒啊，跨界。哇，这应该算是目前第一个跨专业的选手啊。所以你们都是播音生吗？是。我们3个本科都是播音生，对。多多学习，共同学习。你们有没有觉得他长得像那个谁？毛晓彤，是不是？对，确实像小的，真的很像。是我的荣幸，倒是我。有没有很多人说过你有点像？之前有同学会啊，但是我还是。他们好 happy 呀！我怎么感觉以前自己没有那么放松？让他们自己社交一会儿吧。你喝水吗？我去给你倒杯水。谢谢，你太贴心了，太贴心了。倒水在那边吗？对，在那儿。你们3个往这儿一坐，我有一种心动的信号的感觉。是这样的信号，心动。就是表扬我们的，表扬我们都非常的人模人样的。对，我现在整个人还是红润的状态，是吧？你看我的手其实全是汗。2个强装镇定的男孩，强装镇定，和2个落落大方的女孩。哇，目前你们3个全是研究生。唯我一个是本科生，多好啊！你不觉得这样很有竞争力吗？得圆回来，看看他怎么圆。就是你什么本科生有什么竞争？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怕，就是如果什么都不用怕，就是因为我们读了书越多，可能会越有负担，越有压力，或者可能有各种可能性。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啊。他这种习惯性的去捧别人，就很难圆。嚯，他这像是在玩密室逃脱。对，他那个像一个女警一样，很警惕。对。哦，是有。哦，是来了吗？诗又文。又认识同学，又一位熟人。这不是天哪，同班同学。师姐好 ，Hello， 同班同学。怎么懵懵的？这是上海吗？不知道，以为上小课呢。怎么有种到北京的感觉？回到学校了是吗？我毕业了吗？呀，我的毕业证在，对吧？你随便坐，我坐这儿吧。可以啊。所以你们都认识吗？我不太认识。我们可以来互相自我介绍一下。好呀。我叫王玉。
对，然后我本科在中戏读播音主持，然后今年从剑桥毕业，对，然后回来，好，我叫侯子泰。哦，我知道你叫侯子泰。好的。这就是 ，Hello， 我叫杨林蔚，可以叫我魏魏。哇，诗文，你们有没有觉得诗文是一个长相非常英气的女孩？就她其实，在我们这届，我觉得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就是她。被我们很多女生叫梦中情人，很帅，对，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你刚走进来的时候穿那个西裤，然后衬衣，超帅，是不是？然后我就觉得很帅。对，可以。我只是稍微有点社恐，我需要先预热启动一下。那你不应该紧张，都是老熟人儿。对呀，应该紧张的是我俩完全不要紧张，来了就是一家人。还分你我吗？不分。哎呀，这种氛围真好呀！就是这么自来熟，我们都认识了。对，我们都认识，我们都是熟人。现在，笑死。哎呀，又这风风火火的，大步流星，给他很着急的样子，感觉前面的女孩就在防着他呢。啊，新朋友来了。哦，嗨。他这个很容易撞到人的。Hello。我还没说完呢。你嘴开光了，我告诉你。没撞到人的，先撞到门。单压 Hello。哎，有玻璃，小心。Hello。帅哥美女。Hello。刘葵。Hello。快坐。你们刚到吗？对。我们等你呢。等我？对，因为我们都比较紧张。对。等我叫啥？葵。哦，不好意思。哎呦。所以他和你们之前认识吗？怀疑是你们每一个校友。哦，我不是，我应该跟大家都不是一个学校。哦，所以你是？我南艺的南京艺术学院，对。哦。我其实是学主持的，然后完事儿，我是一个线下的脱口秀演员。哎呦，志胜，我同行，我看看你有多幽默了。哇哦，也没啥震惊的，行业也不行。哇，他的风格给人一下的感觉就很放松，很脱口秀的感觉。我感觉我肯定刷到过你，刷到过我，绝对刷到过你。啊，我自媒体发的其实不太多，绝对刷到过，但是我也发，估计也有可能被看到。你脸很有辨识度，很像，是吗？对，很像我是22波本的毕业，你22的？对，22波本。那你是04的？03的，好，没有梗吗？我以为他要出梗了呢。我学历我也是本科。哦，你本科啊？那太好了。没有，大家好厉害。对。那大家都是就除了帅哥大家都是研究生。好像是目前是这样。我在研究死。这才是脱口秀演员吧？这是一个梗。对不起，精神状态比较美丽。哎，真好。他不一定是脱口秀演员。都真好看，大家。你最好看。真心的你好大气，好大气。你好大气。他像脱口秀演员感觉，研究死。哎，还有。明眸善睐啊，好可爱，圆眼。我们新朋友来了。这里。哇哦，这是熟人吗？Hello。嗨 ，Hello。嗨。你先坐要不？请坐。对，先坐。
我刷到过你，又刷。他少刷点视频，多写写稿的。我刷到过你啊，真的吗？啊，我怎么觉得好眼熟？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姓冯是吗？对，知道了。我叫冯成朗，可以叫我朗子。朗子。对，朗子，来，坐。你们继续，我听着就好。没有，我们想先认识一下你。哦，对。我在中传，现在刚读完大3，马上大4，然后学的是中英双语播音。双播的。来猜个问题啊！猜在场的这几位谁是你的直系师哥师姐？压力从天而降。这问题真好。没事儿，随便猜。姐，你这样问，肯定你是吗？你觉得我像吗？我不知道，因为我感觉大家都长得特别好看，我们学校的，还有别的学校也。好像确实没有学双播。没有。对，因为我们专业就是21级，他才重新再招生。但我知道你们上一届都很优秀，感觉认识很多双播的朋友都很优秀。哇呀，中传真是半壁江山啊！那绝对的。大3，那你们俩是不是？啊，对，我是阿尔波本的。哦，你好。你好，我叫侯子泰。你好，叫我小猴就行。咱们学校也不大呀，为啥我感觉咱俩好像没有见过面一样？可能因为大家不在一个楼。对，那你肯定是我们的师姐是吗？师姐好，师姐好。没。你们俩眼神懂了。哇，真的，对王玉他们来说太难了，这纯熟人社交。对。咱们应该一共是几个人啊？不知道，往期是8个吧？我觉得应该是8个，应该是偶数。OK。压轴，8位到齐了，最后一位。哎，来人了！哇，他是压轴。哦 ，Hello，嗨，哇哦 ，Hello，坐，谢谢。你们到很久了吗？也刚刚。还好。因为我来迟了，吓我一跳。我叫庞征，对，一个很刚强的名字。然后我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上戏。今年刚毕业。你也是学播音的吗？是。你不是学播音的吗？我也是，可以你先介绍。我不是学播音的，但你很漂亮，像学播音的。谢谢，我又愉悦了。他们之间的相处都没有那种小心翼翼的一个过程哈，没有，都很直接。我叫杨林卫，你可以叫我杨卫卫或者卫卫都可以。好。我叫刘奎，然后就叫我奎奎就好了。他们叫我大耳朵，我从小。就是一个是小时候被训揪耳朵揪大的，第二个是因为揪着耳朵就会动了。你可以动一下吗？但是我可以控制左右，按照节奏动词打词。你可以分开。对，你们可以操控一下我。来，这个之前有进行了吗？没有，我也说大头，我才想起来我这个技能的。好，但不太像人。你看，来。不是，我感觉我像考官在考他。对，你像那个动物园面试的。来。确实。天哪！一下子大家就记住他了。对啊，坐他旁边好凉快。这么大幅度，伤感冒了。伤感冒了，也夸张了吧？这是。他反应很快。天哪，好厉害！这份 offer 我就收下。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很厉害吗？就是只有你有人物，就别人都做不到，就只有你可以。的确也不是人类的技能。欢迎大家去南京红山动物园看我表演，还有。不会吧？现在是9个人争一个呀！天哪！其实主要是讲做什么，因为有很多跟业务有接触。是干编剧。
哦，还有 ，Hello，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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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哎 ，Hello，谢谢。哇，你们全到了，现在不知道还有应该还有人。这么一看，应该是还有人哦，10位啊，10位啊，扩容了。哦，那这4个椅子可能是给同学的。怎么称呼你？哦，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宁宁，弓长张，宁静的宁。然后我现在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哎呦，清华大学。哇，已经有点慌张了，看这眼睛都开始。各位老师好，我是张宁宁，现在是清华的一名硕士生，我的专业是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本科毕业于清华的新闻传播学院，也拿到了一个英语的双学位。我是一个对表达特别执着的人，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很多人都可以说，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表达。主持人的底色更应该是真诚的讲述，我愿意成为最真诚的讲述者。你好，冷酷小姑。谢谢老师。因为我也刷到过好多次你的小红书。我是清华大学的冷酷小姑，高能量清华女大，在清华主持校庆晚会，太荣幸了。宁宁挺适合来东方卫视经历一下的，因为她很在意表达这2个字，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江苏前10名，开玩笑，无锡第1名啊！哇，这大学吧，在江苏啊。总之，他们真的很棒，我觉得。好厉害。哇，好棒！哎，你们学校是不是经常搞量化？是的，但是我们也有搞质化的很多，我是搞质化的。我叫王玉，对，然后我之前在中戏读播音，然后后面转成了数字人文。哦，那你会做那种具体的项目是吗？哦，我会做，然后我的研究生的研究内容是偏向 AR 和 VR 游戏类的，然后跟非遗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你会建模吗？我会，我现在做的是平扫，就是把这些扫下来，然后翻到那个 Blender 里边去导。哦，对对对，量化是。那你会做？不知道。这种就是研究生的聊天内容，然后本科生就唱量化是啥？百度搜啊，立刻搜。但是这是一个好的主持人的特质，因为你不可能知道一切嘛，对吧？就你每天都会遇到新的东西，遇到不知道的立刻搜是个好习惯。即听即搜。哇，这应该是最后一位了。10个呀！哟，好亮啊眼睛！好亮，都市丽人。好多人呢。刷到过，我说的是在。王韵林啊？怎么都是啊？怎么都是认识的？师姐，全认识。天哪！怎么全认识啊？等一下，坐。怎么感觉是熟人机？好久不见。哇！天哪！好久不见。哎呀！哦。我都不知道你会来，我也没想到。哦，那所以你是，我也是上戏的。哦，你也是上戏的。我是20级的。哦，我是最后一位嘛，所以应该是啊。像是我拉你近，天哪，那种熟人在旁边的那种安心的感觉。我懂啊。我认识。那我也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王韵玲，然后我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2020级播音主持专业，然后我是毕业1年。各位老师们好，我叫王韵玲。大学毕业之后呢，我是以校招的形式进入了广东卫视去工作。我主持了粤港澳大湾区蛇年春晚，然后也主持了广东卫视的网络春晚，然后中秋晚会，还有重阳音乐会等一系列的这种大型的文艺类的活动。你现在还在广东卫视是吧？已经辞职了，我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哇，那你真是没给自己留后路啊！对，我是很有决心来拿这个 offer 的。哇，辞掉了广东卫视，很高兴认识大家，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帅，非常漂亮。他应该是这里边经验最丰富的一个了，应该就是正式干了好多活。
太吓人了，10个争1个，1/4到1/10啊！天哪，刚刚是初印象，各位有没有哪个实习生和演员？我觉得王玉我挺喜欢的，就首先来说，他真的在整个过程中，他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人。他第2个来，然后他在面临了那么多的熟人社交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说在这个中间去主动的开启话题。你俩都认识了，那我认识你呗。怎么称呼你啊？哦，我知道那个，我们等你呢，可以叫我大头吧。去扛起这个社交的责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又有那么多，他应该是好像没有熟人的吧？没有。唯一一个就是那个跟曼彻斯特有点都在英国的，经常去曼大玩的。对，所以说他仍然在那个情况下还是能够说扛起来这个社交这个大旗。我觉得他是挺有责任感的一个，我还挺喜欢王玉的。你没有喜欢你的脱口秀同行刘奎啊？他需要再用一些实力来征服我，不能光会说好真好。不能老刷短视频是吧？对，我刷到过你，我也刷到过你，我刷到过你，这不是脱口秀。我对最后到的这个王韵玲印象比较深刻。首先他最后一个到，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进来的时候那个气场和还在学校就读的大3的学生气场明显就是感觉他会更加沉稳一点。他有这个在广东台的经历，已经从他这个整体的感觉上有主持人这个气质在身上了。赞同。他走进门的时候那个眼神跟别人不一样，很坚定。而且他其实会有大青衣范儿。就他压得住台子。你想大晚会那么大的舞台，你个儿不够高，气场不够大，你就压不住那个。压不住。学到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说话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张诗文。诗文。对，他就说那个研究死这个回怼，我觉得很毒舌。3个字记住了。对对，虽然说他话很少，但是呢，我觉得他非常的犀利，有点飒的那个劲儿，就很期待他后面的一些发展和他的一些专业素养的展现。是的，他身上有点反差，对，看起来很高冷，对，一开口你这么逗啊，对，有主动性。对对对对对。俊霖。该不会是对室友印象侯子泰？他肯定印象是比较深刻的，熟人局，没法不看他。就是他吗？但我其实还对这个杨林卫印象比较深刻。杨林卫，因为他是学经济学的，所以说就是他在我的脑海当中，我是能够感知到，如果他从事像财经新闻的播报的话，他是本身就很专业的，所以说如果有财经类的课题的话，我能猜想到他应该能做得很好。俊霖要是不说的话，我感觉主持人在我的刻板印象里是统一化的。俊霖一说，我才发现主持人其实还分很多不一样的主持人。没错，上海作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在经济这个领域当中需要大量人才的补充。所以，如果他有经济学背景，再加上又有非常那是他很大的优势。哎，你们都没有对这个冯程朗印象深刻吗？我最初对他印象最深就是他一双眼睛，亮，就是感觉生出来就有美瞳，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他整个忽闪忽闪，像星星一样很清澈。他不做声，但是在底下做非常多细腻的工作。而且他本来也是学双播的，就是如果说他去做这个英语播音的话，他也是有优势的。没错，这又是东方卫视的需求了，国际化。对，在刚才他们短时间的交流当中，尤其是到第6位进来左右的时候，好像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一个分野。对，我就特别想问一下俊霖，刚才里面中传基本上半壁江山，中传的播音同学见面，就是那一声师哥师姐一叫，马上距离就拉近了，就有一家人的那种状态，是不是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校园凝聚力？确实是有吧，因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看到自己的师哥师姐或者是师弟师妹，都会有一种亲近感。艺术类是不是都有一种？北京电影学院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都会有。在陌生的环境碰到，可能还是直系的师哥师姐，同一个老师教的。声台形表，各个专业跟过同一个老师，那2个人沟通的话题会瞬间真的拉死。吐槽老师是快速拉进去。人在说声台形表，你吐槽老师。
经历过什么事情？不是，我就说这个，你就在一块儿说那个老师，然后你们就会那种心照不宣的眼神。就是不能感恩一下老师，感恩吐槽完之后再感恩。放后边啊。所以在这儿又见到自己的老同学子泰了。你对子泰接下来的发展有没有信心？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他在我们小课组也是我们的组长。哦，那他专业能力还是挺强的感觉。对他期末考试专业分比你高还低？期末考试专业分比你高还低？火！老师，这有点犀利了。里面没有卷起来，怕屏卷了。哎，中传的分数都是个人隐私哈。对对，个人隐私，不公布。但是鄙人在大一有幸拿过年级第一。厉害！那大二的，那掉了。大二就发现太难了，掉了。哇，厉害！中传的年级第一啊？没有并列的，就拿过一个学期的。哇，那也很厉害，很厉害。后来就掉到第7了。哦，你第7叫掉呀，我那叫突破进了前10。厉害，绝对厉害。因为中传的播音在整个这个行业当中就属于金字塔塔尖。哎，我问一下，康辉老师是不是就中传？对啊，大师哥，知名校友啊。你们帮我们介绍一下中传有没有你知名的师哥师姐？我太多了吧，太多了，随便数一数。我帮你数就好了。像那个尼格买提师哥，尼格买提，什么蓝雨姐，然后康辉老师，哇，金龟子老师，白岩松老师，对，李丽红老师，哇，还有何俊霖。这是凤吧？这是凤吧？我还容得下我吗？太吓人了！我一下子给我整出汗了，一个坐着的节目把我整出汗了，一下子。现在心率应该上去了，160了已经。陈林老师是北大的吧？对，小撒是我的同学。知名校友，知名校友。那最后也问问全刘老师，您觉得如果那现在的这种媒介环境，非科班出身像这0位哈，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优势和劣势分别在哪里？我们先说说劣势在哪里吧。有的人觉得说，比如说播音员他在读稿子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我必须得告诉你们，太不简单了。就是他其实，在高压底下，绝不许出错啊。比如说，你们拍电影、拍电视剧，说 one take， 只许1条过，就你想这个就压力很大，对不对？而且呢，他又是那个镜头都没有远景。一个近景怼在你脸上，你出错了之后脸上都不能尴尬，因为尴尬你就出了第2个错，对不对？没错。所以这种训练还是需要用时间去积累的，这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突然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其实是有恐惧感。没错。那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的好处是，其实我们会把在别的行业里面的一些经验。然后那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愿意去跟人聊天，愿意真诚的表达这件事情放进去，所以我觉得其实各有好处吧。没错，那我们也看一看，这里有科班有非科班，当他们面临他们第一次挑战的时候，呈现出怎样的镜头表现？来，一起来看第一段 VCR。哇，好期待，好期待。一起才叫拼。百事一起拼，渴望就可能。等会儿还会考试吗？我觉得应该会有考核吧。会考什么？上戏。天哪，我紧张的不行。他们来齐了没啊？来齐。好。哦，你看，这就是这种置身事外的，这很松弛。对，我最喜欢当这种角色。我们看一眼吧。来啦，布置任务了。来了，来活了，漂亮，来人了。那我拿我。师姐好，师姐好，师姐好。哇，全是素人呀！坐，天哪！
坐吧坐吧，好正式。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我们俩做个自我介绍。好的。我先来吧。我是郭凯旋，是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上市编播部的，也就是新闻综合频道的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大家好，我是凯旋同事，我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冯丽。然后这次呢，我们俩都是以助教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度过这段时间。好，那首先要恭喜各位进入到最后一轮的面试。那这次面试的我们的考核环节是试镜，2个类型。第一个板块类型就是凯旋平时做的工作是新闻播报，第2个类型是访谈。哦，新闻播报和访谈2个方向，这2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哈。如果大家选的是新闻播报的类型，需要2组队进行一个完整的节目，然后这个节目整个的呈现是15分钟。拿到稿子之后会有20分钟的准备时间，也就是你有20分钟可以去背稿。整个新闻播报的内容会包括3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单人播报，然后一个双人播报，就是你和你的搭档，然后第3个板块是采访连线。还有连线呢？怎么感觉在上课呀？你们也记得吗？组队，这个对中传的播音专业来说就是对上，这是他们的科班练习，对。然后另一个内容是今天的访谈，然后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业界的2位明星的前辈老师，分别是梁田老师和易立竞老师。采访易立竞，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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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会搞事情的。采访易立竞老师，到底谁采访谁啊？对呀，采访的唯一一个目标就是不要被采访。还有梁田儿，哎呦，我们会对他们俩进行一个采访。然后我们这次比较要注意的一点啊，比较残酷，虽然刚刚和大家见面，我们就要经历第1轮的淘汰了。啊，来这样淘汰吗？真的是当天淘汰，如此客观的再现了这个时代的职场之卷吗？绝了，绝了，绝了！在座的今天有10位同学，但是只会有8位同学继续实习，我们会淘汰2位。哇，直接就淘汰2个，竞争好激烈。除了有淘汰的任务之外，我们今天还会进行一个打分，所以今天其实会有第1名出现的。比如说你选播报或者你选访谈，2个里边都会各有一个第1名。所以大家要好好准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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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有5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大家就要选，你要选择哪个方向了。你想好选什么吗？我很紧张。哎，陈老师，我问一下，就是这个访谈和播报这2个是会有相对容易一点吗？没有，2个都很难。 2个都很难，各有各的难吧。播报硬功夫，硬桥硬马。访谈软功夫，细致入微哦，考验人性体察。感觉访谈更对亲切一些，但是要走得很深，要是的很准，畸形访谈拿60分容易，拿100分很难。哎，上下限的问题。访谈的未知性是不是会更大一点？对，随机要求非常高。随机他可能根据嘉宾的反应对，做出而且又是易立竞老师的，受访者的这个太吓人了。师姐，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访谈，它具体是怎么个考法？单人还是双人？访谈是单人，你和嘉宾。好的。师姐们想问一下，访谈的时间有这么一个20到30分钟。好的。对，整个访谈的这个时间。访谈的准备时间也是20分钟的。90分钟。 90分钟。师姐，访谈的选择嘉宾是可以自己选吗？抽签决定。我不知道能不能问，就是淘汰机制是打分的最后2名，还是播报和访谈各淘汰1名？没有各，
哦，就是整体打分。对。所以大家尽可能选择短时间之内能够展示你个人优势的项目。可以选一个自己擅长、比较擅长的，对。师姐，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打分的这个老师和标准是您吗？还是我们打分的话，是我们4位带教老师来打分的。他们在看？对，他们会在看的。各位老师，实习生都到了，要不然我们去小会议室。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主持人臧希。上海中心气象台就发布了今夏第12个高温黄色 World 2025，今天起到本周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我们将带您全程直击神舟14号发射的全过程。我是一个爹味儿很浓的带教老师，希望未来从00后的身上学到一些我现在可能已经落伍的东西，了解更多。这是我家人。为啥呀？他是我老婆的同班同学。哇，哎呀，娘家人，娘家人了，算不算？算不算？臧希老师就是中国传媒大学99播本的。哦。我是东方卫视的新闻主持人白旭旭。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波室向各位。16号正式余杭部分小区被集中爆出自来水异常。相关这些调查需要回应哪些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时间8。人生就这么奇妙，兜兜转转，我一路竟然成了我从来都没有梦想过的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在这里开启了全新的一页。我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制片人陈晨。那一路我也主持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节目。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 ，The Shanghai TV Festival is Sailboat Champion 徐丽佳。我是第一次做带教老师，一定会高要求、高支持。我是陈鲁豫。我做电视有32年的时间了，但走访多位群众以后发现，我把一个节目做了这么久，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这挺经典。每个人在起步阶段，你先需要有个标签。And I thought I was looking at the movie。我觉得有效的方式就是好的方式。我会觉得我有一些工作经验可以分享。咱们就看节目，祝大家7期都快乐。哎呦，他们应该都已经到了10个人，大家觉着他们访谈和新闻会怎么选？其实，在这样的有相对考核的场景当中，播报是比较难考的。就你好与不好、错和不错，它的那个标准特别的明确，所以反而压迫感很强。访谈它，如果你错或者不够好，它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你相对来说你的那个紧张和你的怯懦，是你出的怯，它没有那么的直观。所以感觉上对他们的体感会好很多。对，我同意鲁豫老师讲的，就是说在这种重压环境之下，选访谈比较稳妥，没那么难。我觉得啊，如果对自己的综合能力比较自信的人，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新闻播报，因为它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就是访谈它其实就缺了一块嘛，对吧？我看过他出的这个播报题，我是觉得是真的难。你出的？他出的。所有的稿子是我选的。他出的。臧老师牛。因为都是平时我们节目上用过的，我觉着有一些日常的这种可以有生活接触类的，但是比如说像脑科学的那一条，实际上有很多专业名词。哎妈呀！哇，脑科完了。是的，这种都很难。科学什么杏仁核、屏状核啥的，这。难点第一在脑科学，第二在5分钟连线，第3在2分钟即兴编后，这是在播报环节当中最难的3个部分。而且，他认为应该给他们大概1个小时的准备时间，我也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但实际上他们最终只有20分钟准备时间，大概15到20分钟的准备时间。但是最终选择的你口播的部分，
稿件大概就已经有5到6分钟了，每个人语速不同，也就是说你把稿子念一遍就已经过掉1/3的时间，还剩下10分钟，你要去准备一个5分钟连线的内容，你要把这个话题了解、消化、组织完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如果有一些同学希望再把这个话题维度拓展，还要搜索资料，就会变得更难。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这一轮的播报的题目是非常难的。某种程度上，我和白许许作为专门去做新闻的人，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是15分钟都没有办法完成的这样一个程度。有天哪，增加难度了。第一关呐。好了，我们时间到了，有准备好的吗？5分钟开选。第一个，好，那你先来吧。刘伟会选。我是直接在这里写名字。哦，刘伟选了访谈。访谈。好。下一位。女士优先，师姐先。谢谢。哇，都选访谈。不会都选访谈，然后新闻播报就一个人。根据昨天面试下来的情况，我认为最多有3个人会选播稿件。对，播稿难，非常综合。广院那2个第1、第2名，我觉得有机会。中传向的有可能。张诗文和那个李雨佳。各位老师好，我叫张诗文，本科和硕士都是在中国传媒大学，本科主修播音主持艺术，辅修新闻学。绩点第2名，保研到了中传，继续就读播硕。哇哦！第1位实习生起点就很高了，非常棒，真的。各位老师们好，我叫李雨佳，我的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去年以绩点和综合成绩第1的成绩进入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白杨班学习国际传播。哇，综合成绩也第1吗？绩点也第1，综合也第1。你就是传说中的第1名是吧？你的一个同学说了，对，我们已经变成了第2名。对，我是那个传说中的第1名。然后我在本科阶段，我也获得过像国家奖学金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奖学金。在将来，我想成为一名具有国际视野，同时也具有融媒体思路的一个新传媒人。其实我是想做一个记者型主持人，甚至是学者型主持人。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媒介，让我身体的所有部分成为表达本身，让我的所有经历，我见过的天地众生一一流过我，以识乾坤大，流连草木青。这一下子我就听出了他的这个专业能力强。2个都是很要强的。这一届的实习生将会是表达能力最强的一届。真的非常好。张诗文选新闻，张诗文、李雨佳、侯子泰，这3个是选新闻的概率最高的。哎，昨天吐舌头的谁来着？吐舌的是侯子泰，他是抿嘴唇是吧？这样，不是抿，是舌头出来了都。哦，这就每个人上镜多少都会有一点点小问题，但一个重复性的小动作出来，这个就真的是到最后就会变成强。侯子泰，我还真不知道他会选播报还是选访谈。那侯子泰也被你已经说过、挑剔过了，那你觉得他会选什么？我觉得他还是会选新闻，因为我觉得他自己对播新闻是有执念的。播报，第1个播报，勇敢。第1个播报。因为我觉得他自己对播新闻是有执念的。下一位，那就我来。雨佳这肯定是播报。果然还是对自己非常非常有信心的。谢谢师姐。王玉，我觉得有可能是访谈。我觉得他会选新闻，不知道为啥。哇，哎呦，厉害！下一位。来了，第2来了。毫不犹豫。哇，新闻赛道很卷啊！新闻赛道很卷。一转眼4个了，超出预期了，这个新闻赛道。叶老师的这个威慑力。
张宁宁，我觉得应该是访谈。刘奎，访谈。刘奎肯定访谈。哦，年轻人。冯程朗，访谈。访谈。我也觉得。这个好难，好难。我们是不是只剩下一位没写？我们就剩最后一位了。我来吧。你是纠结了很久吗？是的。王韵林，访谈。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她内心是一个挺求稳的女孩，是真的就是一个乖乖女，会选择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一条路。我是觉得她的确觉得在原来的位置提供不了她想要的舞台，她其实渴望一个更大的一个舞台，就肯定这个舞台她会觉得一切是更符合她的那个想象嘛。如果是我今天来想获得这个 offer， 我肯定会选择播报。搏一下。对。我感觉他会选播报。播报吧。来都来了，换个赛道。在播报台上，第一，我可以展示我的播报能力、临场应变的能力，然后我现场如果有连线的话，你能够看到我对这个事物或者对这件事我自己的分析，我自己的还有应变能力，它是可以全方位展示的。哇，真好，5比5哎，5个，期待。那我们就是选择播报的同学，然后我们就先考。播报的还要先考，因为只给他们很少的时间，20分钟。可以站起来让我看看选择播报的都有谁。你们先分组，然后我去拿访谈抽签的那个签。5个人耶，将有1个人落空。落空怎么办呢？就是两组队，1个人空着呗。1个人全来。现在可以组队了。赶紧组，赶紧组。他们3个同一个学校的，师姐师弟。眼神躲避。他想同一个学校的组队。我能吗？既然咱俩目光对上，那就咱俩吧。好的，好的。哎，坏了，他们仨就会有一个单独播报。那要一起吗？不，赶紧上啊！可以啊。我1个人吧。哦，雨佳，坐下吧，坐下。哎，没事儿，不要紧张。我不紧张，我可以，加油，加油，李雨佳。肯定可以。好，谢谢。李雨佳就是那个第1名。对。哇，你看他还要单独播报，1个人完成2个人的工作，很有实力。赐予我力量。你手好凉啊！加油！我现在手冰凉。我也是，我都出汗了。现在已经不像心动的信号了，好烦。令人心跳的 offer， 马上就是令人心碎的 offer， 一上来就第1轮就淘汰俩，没有这样。虽然有点不太礼貌，但我要吃根香蕉，对不起各位，中午确实吃的有点少。你要吃吗？我不吃了，我感觉我没有心情。吃香蕉会缓解紧的，吃香蕉会缓解饿。吃什么不会缓解饿呢？吃亏，吃亏。我们就准备抽签了。访谈抽签，签里面会有2个内容，一个内容是访谈对象，还有一个内容是你们的顺序。好，抽签呢？谁会抽到易立竞？你们就按着顺序来吧。谢谢，谢谢。大家可以看一下手中的签，抽到梁田师姐的是先进行访谈。哎，我们俩。然后是易立竞老师。是第1位。第3位。哇，易立竞3位。加油，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准备新闻播报的同学，我们去看看要不要改一下妆，然后衣服是不是正装。好的，没问题。好，我带你们去，走吧。访谈的留下。咱们3个波本的
全在这儿了。都选新闻，那这一下子有点关乎中传部分的颜面了。为学校而战，这么上升吗？俊林在这已经不同意了，说你凭什么？别，太可怕了，不聊了。你们是一级的，对不对？不是，我是二他是师弟，我们俩是一个班的。对，同班同学。对，还是一个小课组的。对。好，走吧。这边是等会儿我们要上去播报的地方。好的。然后这边有我们的剪辑室、化妆间、录音间。我们先在化妆间看看要不要改装什么的。你们可以自己先调整一下，休息一下。他们一会儿过来给你们拿东西啊。好的，谢谢师姐，拜拜。我们争取我们5个人都过，好不好？加油加油！3、2、1，加油！好，接下来访谈部分的规则跟大家说完。访谈你们是有90分钟的准备时间。你们要有2个关键词去准备，第一个关键词是主持人，第2个关键词字母，以这2个关键词为核心去展开你们的采访提纲。然后90分钟以后，各位可以把访谈的提纲以邮件的形式提交给我。好。好，现在有什么要问我的吗？怎么排解压力？你抽到是几号啊？我是3号，我是最后一个，易立竞老师的3号。没事，你先看1号就没压力。OK， 那各位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先去准备后续的流程。这1、2张钱，但是心态也很好，从来没想到要现学呀。大家好，我是火上浇油队的易立竞。发挥都是中传，所以他们肯定在播报这方面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就是跟他们与众不同的点。一点底都没有，心跳加速。哦，嗨，服装组老师来了，辛苦大家，辛苦大家。他们不准备稿，那稿子没给呢，还没拿到呢，还没拿到呢。等会儿我搞篇稿子，咱俩稍微搭一下。好。上面那个丸子头是不是太花哨了？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这里是真人练嘴皮子了，开始真的，先把节奏和嘴皮子打开。国会参议院选举中，男女维持过半，因为我俩一组啊。啊？因为我俩是一组啊。你们已经知道稿件内容了？没有，我们自己找的。都是自己找自己练。当天，日本首相石破茂展开了飞行器仿生导航的研究，研制出仿生偏振罗盘装置。他们这个嗓子一旦进入主播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那个状态。是的，他们声线好像都是会不一样。7月1号以来，全省以抗旱浇灌玉米2348万亩，发布关于天水石陆地最东端。我感觉我在听蒙太奇。各个新闻频道瞬间是吧都来了。平静先行先试。结果有了吗？先说你是发布新闻的，有几个？首先5个。5。等一下，有王玉玲吗？有。有张诗文吗？有。有李宇佳吗？李宇佳有吗？有。王玉。对。侯子泰没有，有吗？有侯子泰。哦，有。嗯。我觉得他很坦然。真的很吃亏哦。非常吃亏。他一定是想好的。我叫侯子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现在我就主要从事一些体育解说。老师们能不能猜一下，我喜欢哪项运动？篮球。
哎，老师您猜的真准。我觉得我自己是一名3D 球员，我比较全能。大家可以看现场报道小篮球赛，轻松成为孩子王；实地探访国家体育总局，科普全民健康知识；在演播室当中搭档专家，戳破运动与健康的谣言；在体育课上担任课代表，学习一项好玩又有趣的体育运动。他很松弛，对我觉得非常好。就你有别的兴趣爱好吗？我还喜欢播新闻。老师一个大震惊。播新闻已经变成一种爱好了。播新闻是你的爱好啊？我曾经其实对播新闻这个事儿啊有一点误解，我觉得它是一件没有那么难的事儿。结果我在播的时候，老师们在下面笑。老师说呀，说你现在这个在体育频道干多了，你这个现在就大时政大稿播的像体育解说一样。当时把我跟那个老师都逗笑了。确实是在新闻播报方面有失严肃性，他的语言状态可能会不一样。你把你自己简历念一遍。对，用新闻的状态念你的简历就好了呀。新闻不是有播简历这么一个吗？哦呦，这个太难了，念自己的简历有股羞耻感。我明白，从头到尾我没看你紧张过，这事儿让你紧张了是吗？我还没有，我还行，老师。侯子泰个人简历：侯子泰教育背景，2022年至2026年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本科。解说或主持的赛事有：1、2023年成都大运会咪咕陪你看大运节目；2、2023年韩国平昌乒乓球亚锦赛；3、2024年 WTT 中国大满贯。OK， 好，可以，谢谢，挺好的。我只想提醒你2点。第一个，你有一个小习惯，你知道吗？动不是动，你的嘴有一个小习惯，你说多了喜欢，哎，现在就来了，舔嘴唇。明了，这个。他很注重五官、眉毛、嘴，我知道的意思非常细。对他，因为他特别专业，知道播新闻就是这么一个境别。对你这个，因为一旦人有了一个某个细小的动作，在镜头上会被无限度的放大。是的，是的。这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播报的时候那镜头就怼在你的镜颈上，你任何的细节都是逃不掉的。放大，对，面部管理特别重要。另外一个，你明显刚才播新闻的时候，你气是提起来一些的，所以导致你有一些音有一点点哑下不去的这种感觉。但你现在跟我们说话的状态是你完全放松的气放松的状态，我们听着也变得舒服了。不是说播新闻就一定要某种特别强的紧张感或者把调门吊起来才是播新闻。好，谢谢老师。太像在学校上课了。你们老师弄完之后，老师也会这么点播。太像。答一下。好。今年第6号台风维帕于20号下午在广东台山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预计维帕将沿广东沿海继续西行，给广东、广西、海南等多地带来持续性降雨。这是中越双方首次开展陆军联训。哦，怎么紧张了？我嘴好瓢啊！没事儿，嘴好瓢。就是你不用那么紧张，你说内容就行。你觉得我刚播的怎么样？我觉得你有点紧张，是吧？你就说意思就行，放下来说。好，谢谢师姐。整个人就是正式的，所以你不需要在语言形式上再往去够了，就清新自然。好。他的意思应该是让他不要就是过于去纠结，可能你一个字的字音或者说你的基本功如何，你就把这个稿件的整体的那个意思非常准确的告诉大家。但其实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对。我想喝水，嗓子疼。这边。没事。走，我也喝，咱俩一起走。是吧？那我也去。对。好，这事业让我突然心里有底了。加油！加油！哎，抽到了谁？易立竞老师，我第一个。我特别期待。我也很期待，争取今天不走。争取我也争取不走。我努力。我的天哪！我真没想到还要我以为今天就是布置点作业呀，或者什么任务什么的，真是没想到会再要 PK 筛掉人。你是心率一下飙高了吗？对，我一下紧张起来了，因为我刚很松弛。没事，把事儿干好就行。去剪辑室了。走。我完全感同身受他们的紧张。小贺都已经不行了，小贺。
这跟我在上学的时候一模一样。已经准备找一个机会亮红灯录一段了，我感觉。歇会儿，歇会儿，捋捋自己。其实我是那种上场前会，后场的时候会非常紧张。我觉得最痛苦的就是后场的阶段。我真的很想知道等会儿的采访会是什么内容。连线是吧？不会是一个人做出镜一个人那种的。我觉得没准儿，总不能他们真的安排了一位前方记者在等待着我们。这个有点不太可能吧？连线配合应该是比较难的。知道特别搞笑的是，我昨天面试的时候，还跟老师们说我喜欢新闻播报。真的吗？真的。我现在想想稍微有点后悔。不用后悔，虽说知行合一，但是一般知难行易。知难行易，这个真的安慰到我了。找段《朝闻天下》听听吧，《朝闻天下》主播都比较年轻。这个是你们的功课吧？看《朝闻天下》呀，《新闻联播》有那个就是培养这样的习惯。好了吗？好了好了。你们是第几组？啊？你们是第几组？第一组。第一组啊？对。好的，正好我可以带你们了，把东西放一下吧，走吧。好。我们录制的地方就在这边，上面是我们的演播室，上楼吧。紧张吗？还好。还好。对。还好就不紧张。不是特别紧张。刚才有点紧张。哇，进演播室还是不一样的感觉。那不一样。可能拿到稿件会紧张一些。这是我们的导播老师。好，老师们好。好，你好，你好。我们该上带的上带。准备了啊！哇！双人机位，往左边调，可以稍微上去一点。好。哟，西哥来了。老师们都出现了。带队老师已就位。白老师也很帅啊，身形板正。我给你们稿子，你们会有20分钟准备时间。我们就看这个屏幕是吧？对，他们在那边。哇，他俩第一组对吧？班女左男右啊。先让他们看20分钟吧。好。背稿。哇。看东方。好正式啊。然后我要提醒一下你们俩，我们的稿子可能会有语病问题。因为我们经常拿到的稿子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语病上的小坑。调稿啊，全是常态，不是故意为难，这是常态。真是。跟他们说过这里面可能会有错误吗？说过，对，他们的稿子都在，跟我们拿到的只不过就是在他们当中没有把错误的地方标出来。两位，我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我提醒你们俩一下，你们俩看到没？你们的提词器不是一致走的。懂吗？快了你就停一下，然后接着再按一下，它就可以继续走了。OK。相当于他在播的时候，你的提词器也要跟着他的节奏走，不然你就会跟不上他的这个。没问题，我懂了。对，感谢特别重要。对，这个问题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们要一起滚动提词器，不然的话你会接不上他的稿子。好的，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必须要保证两边必须要一模一样。对，你得一直听着他的，然后得让提示器同步走，否则你接下来就找不着自己的词儿了。哇，这幕后挺精彩呀！对，挺惊险的，真的也很惊险。你想要 A 还是 B？ 我 A 吧。好，那我就 B 吧。好的。各位早上好，我是。我们先准备一下片头，然后我们来各自准备。可支持3名航天员在轨生活9个月所需的物资、平台设备、推进剂、科学资料、载荷等。王宇还是紧张，一直在出长气，在大喘气。浦东世博水环工程1期近日正式开工，将串联白莲。白莲经这种对以前不知道的地名特别可怕。啮齿类非人啮齿类非人灵长类。
张希老师啊，希哥，你这挑的真是非人。非人灵长类前额叶皮层，太专业了。哇，它这个其实还挺难的，其中包括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绘制了非人灵长类前额叶皮层了非人灵长类，我天哪！非人灵长类，天哪，我都紧张了，怎么办？我都紧张。你看，我跟你讲，20分钟让他们单准备这个稿件就很费劲了。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通常你们新闻当中不可能在1天之内有2个这样子重磅的科技类的新闻吧？它偏航天、偏科技类的。哦，这个会有的。会有吗？这就属于比较扎堆的，我觉得。对。全都是长难句、专有名词，把几个领域全部都汇成一块儿了。对，所以这个真的难度蛮高的。根据任务规划，目前在轨飞行的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预计将于10月下旬凯旋归来。他没有把那个错误改出来。凯旋归来，凯旋和归来不能并用吗？凯旋就已经有归来的意思了吗？不，我觉得这些就要求太高了。就凯旋归来，这挺顺口就说出去了。对，但是确实就是一看到你会觉得有点刺眼，对吧？我觉得如果他们能挑出来会很好，挑不出来我觉得也没关系。会是一个主要问题，对。如果说中间还埋了这点小陷阱的话，对他们要求太高了，20分钟啊！而且关键是随时下边还有人给你打分，这个压力。最近年轻人中出现一种新的服饰消费趋势，在童装品牌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穿搭天地。世博水环分127工程分段推进，前沿产业趋势与全球治理的最新实践。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聚焦 AI 只有2分钟了，计划20年6月全部建成，团上有42座口袋公园，4座城市公园。建成后，它将可以完成了陆家嘴水环。那么连线2位是怎么分配？是谁来连？我来连。我准备了一些，就这样，我准备了一些问题，然后呢，我先问一个问题，之后你可以继续问，然后如果说你有些问题的话，你可以抛给我。好的，是2位都要连线的是吧？对，我们。谁先开口？我会先问第一个问题，对，因为我是直接来问的。连到后面，王云林也会连，是吧？对，我们2个都会连。好，是这样，我把机位告诉你们一下，1号机。王玉啊，你看着，这是你的一个人的机位，好吧？没问题。3号机是王云林的你的机位啊，当中那个没有提示器的是2号机，是全景。好的。我们连线一共是时长是5分钟，我会每1分钟来给大家报一个倒计时，4分钟、3分钟、2分钟、1分钟。好，没问题。我们还有30秒就准备开始了，好吧？30秒。哇，这时候真紧张啊！我的天哪！哎呦，好紧张，我都好紧张。导播的倒计时是最紧张。那我们准备了啊！在城中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姚碧老师也准备了。大平老师，我们手机都静音啊。21号的早晨7点。倒计时了。好，片头准备。3、2、1，哎呀，确实紧张。这个不身临其境，不会有那么代入性的体验。新闻播报跟其他的还不一样，综艺节目录制，因为它有剪辑、有后期，对，但真的直播，它就是那一下，就是那一下。各位，如果你们有的选，新闻播报、人物访谈，你们会优先选哪个赛道？人物访谈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会做一些访谈类的节目，所以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松弛一些，没有这么高压。这个我刚看上去我就觉得肾上腺素有点，对吧，飙升，就真的很紧张。是的，而且这种严肃的播报，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慎重，不能出错。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访谈可能压力没有那么大，稍微好一点。子琪，你别说，其实从颜值上来看，很有新闻主播范儿，对不对？然后那一坐，你是天生的新闻播报，男播。来，我们推到近景的时候，谁不说话，看起来就特别有信服力。你现在可以看向正前方。
你别翘二郎腿。刚刚子琪瞬间也就挺直了，那就是看上去为什么他说的话就是让人信的，就是有信服力。你们要干什么呀？我们想让你选播报啊。我100%是选访谈。你看架不上去啊，架不上去。为什么？为什么？我其实，在艺考的学习阶段，也接触过一点点那个学播音主持。我记得当时我们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即评，即兴评述。对，我做了2次即兴评述之后，我就彻底头大了。我对于这个现场的阐述啊，还有对于这个事件的这个怎么去转述给他人去听这一块，我真的做的特别差。哇，你传八卦传的挺好的，特别是传你的八卦啊。我们来问一问专业的人，中传大一。又来了 ，GDP 第1名的这事儿不提了，咱们不提了。你发自内心，如果真的你在那个场景当中，你会选哪边？我其实会选访谈啊，因为我个人啊，就是我喜欢和别人交流，我特别喜欢在访谈中去挖掘别人的故事，我希望他能对我放下他的防备心，然后把他最真诚的一面告诉我，把他想通过我传递给他的受众的信息，能够尽量减少损耗的传递给他们。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件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事情。哎，这是真的，你可以让所有的访谈者，就被访者卸下防备，卸下防备心，掏心掏肺跟你说话。而且君临他看人的眼神就特别的真挚和真诚。对，你看，哎呀，不行了，我都跟你说，你想为啥？志胜，你会选哪边？我很难选新闻吧，新闻都很难选我吧。那个新闻有个字儿叫严肃性，我可能就播那个严肃性，可能就没了。哦，就播的像假的似的。那你播娱乐类的，娱乐新闻会好一点。哎，那可以，那可以。贺君临同学在大一考试中，哎呀，求你了，求你了，这事儿今天过不去了，这一季都过不去了。哎呀，要不换身衣服吧，要不都湿了，感觉。哎，全林老师要选的话，访谈对不对？我选访谈的原因是这样的，访谈那边看上去哈，就是你拿60分没有那么难，因为你只要开始聊、开始提问题、开始追问，好像60分就在那儿。但是你要做到100分非常的难，因为你得了解人性，你得有及时的好奇心去挖掘背后的问题。然后呢，但是新闻播报呢，它这儿不光是播报，它后面还有连线，还有即兴的评述，所以这就意味着说，它其实要求一个非常综合的对新闻的挖掘和理解能力，包括语言功底。但是新闻播报可怕的地方在于，就它不是60分及格，它不让你扣分，就你就得100分，就得100。99分就意味着你有1个瑕疵，98分就意味着你有2个瑕疵，及格线就是100分。所以从拉开分数的角度，访谈，如果你对自己有自信的话，是不是应该选访谈？访谈反而能把上限往上拉。对。但是的确都非常的难。刚才在说这个20分钟是不是一个特别急的那个稿件？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来了，急稿来了，急稿。对，就我历史上我见到过的最急的稿件。罗京老师还在的时候。哟。哦，然后有一年大事正稿，17分钟大事正稿。开播的时候，他手里只有1页传真纸，传真纸上到处是手写的气球，就改的稿件。很多气球意味着它的词序有很多颠倒，句子跟句子之间。然后他播这1页的时候，传真机嘟嘟嘟嘟那边在吐第2页，大气球。这是一个时政稿，你不能用口语播报，我的天，你完全得用时政播报，有大量的人名儿，然后就看外面人跑，歘就往里面送，然后我们的主任亲自矮着身子到桌子底下往上递，然后这边替他拿上来塞到他的身边，就是吐1页塞1页，吐1页塞1页，17分钟1个字都不带差的
结束了之后，然后我们的主任在外面掏出了救心丸，一把塞进了嘴里，躺在了沙发上，极高。哇，这纯没有任何准备时间，可以说是没有，就是甚至他连那个熟悉稿子的下一句话他都不知道是啥。所以像这种有连线的新闻播报，虽然我也干了10多年，但是其实我永远记得那一幕，太难了。这才叫肾上腺素，就播这种伤身体。我光听我就不行了，这真的太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真正残酷的赛制了。我必须得说，因为我本人是从第4季加入 offer 大家庭，4、5、6、7，这是第4季的节目了。第一，没见过10个人一起来的；第二，没见过第一个项目就直接淘汰，更没有见过一下就淘汰俩，太残酷了。所以他们刚来，换了一身衣服，做了一件事儿，就有2个人很有可能要跟镜头、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第一个课题当中，他们的表现如何。